核武资现在也变成武器了。来看到伊朗重写全球的能源规则，战略布局也反转局势。美国则是因为拖垮了全球的供应链，遭到唾弃。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当然了，大家很关心荷姆兹海峡。川普最新呢也爆了出口，说对伊朗下最后通牒，赶快开放荷姆兹海峡，是立刻被伊朗副总统回呛，公开宣誓会永远掌控住这个海峡，并且呢指控美国跟以色列必须为区域的动荡来负起完全的责任。好，来看到呢，所以伊朗它其实针对于荷姆兹海峡，它是有非常有规划性的。我们看到它寄出了哪一些的规则？它现在说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呢，还是有部分的船只是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主要你是做人道救援啊，或者是做民生物资的运送，或者是这种牲畜的饲料的运送都没有关系的，并且它现在已经跟阿曼展开合作了，会采用的是5等级的这种通行分级的制度，并且呢，阿曼的外交大臣也已经证实了，现在正在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为荷姆兹海峡安全机制做好了各种准备。国际压力现在只能把这个压力放在美以身上了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啊，现在我们大家讲的注意的焦点都在霍姆兹海峡。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伊朗还有个代理人叫做胡塞组织，他捏住的是曼德海峡，也就是红海的南端的这个部分啊。他现在只是小小试一下身手。我们看到前年跟去年啊，其实这一个美国海军啊，已经在这个红海啊，面对这一个拖鞋军胡塞组织啊，也是打得焦头烂额。那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这样分类啊，其实有一个分类大家没讲啊，那个分类叫做什么？对于台湾最为重要的分类叫做氦气。那个氦气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现在它是需要一个环境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货柜呢，它其实是有41000公升，然后它冷却的温度低到-269度啊。那我们讲到说，那这一个它不是一直维持的，它需要一个基础建设，然后结果你把它封了，封了之后最倒霉的是谁？最倒霉的就是台湾。为什么？因为就是晶圆厂需要这么高纯度99.999999的这一个不是黄金啊，我们讲的是氦气啊。那它需要这样的氦气来吹送这一个晶圆上面的杂质，结果没有。那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它分5等级的分级制度了，也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其实我们一般大家都在讲的是油跟天然气的部分，天然气当然重要，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它通过这个海峡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尿素啊，是磷酸盐呐，是这一些就是大家生活需要用的东西。那这会儿。结果他把它捏好了，而且大家认为他只是这样吗？不，你通过还是要钱的。那也就是说，你美国就算不赔钱，他也从这一个通过的各种的货轮上面刮一层油下来。那这也就是说，其实伊朗早就把这一切的超限战，也就是不只是军事方面，有关于贸易以及金融的部分，他都想得很清楚了。好，这是荷姆兹海峡这一次这个伊朗的部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的获利来源都是采用这个5级的分级制度。那特别我们也来看到，从3号统计到现在，一共是13艘船已经通过海峡了。马来西亚现在说呢，也可以通过了它的船只哦。再来是印度的部分，7年来首次恢复进口伊朗的石油，采购4万多公吨的液化石油气，也看到了伊朗的灵活外交的策略吗？委员怎么看？对啊，在这场战争当中，伊朗当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哦。那么，但是打到现在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这3方在这场战争里头，伊朗相对来说是游刃有余的哦。那么，它很有效的来操弄在地缘政治上它的优势，包含像荷姆兹海峡，包含像刚才舰长讲的像曼德海峡哦。那么这些都是他或他的代理人所具备的这个战略地缘的优势哦。他非常的有效的在操作这些优势，变成了
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对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哦，这是一个很大的 leverage 哦。那么，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其实我刚才看到那个5等分级，我就想要笑了。我觉得他接下来以后就有那种什么钻石卡啦，什么金卡啦、银卡哦，就不同卡的会员层级。而且各位知道，伊朗还蛮有良心的，因为我今天本来帮他算了一下，说，哎呦，他光是这个荷姆兹海峡哦，就1桶油收1块美金嘛，那2000万桶啊，就他一天就可以收2000万美金了哦。然后呢，接着我就算一下，如果曼德海峡也收一下的话，那一天就可以收600万美金，所以他一天就可以赚2600万美金。可是后来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就伊朗还蛮有良心的。第一呢，他觉得这笔钱不应该他一个人赚，所以他要跟阿曼合作啊，就我跟阿曼一起来拆这笔账，我们一起来做个收费站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润。然后第二呢，他说这个200万也太多了，他一个月一天大概收120万美金就可以了，所以呢，他才有5等分级制。所以呢，以一个这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大王来讲的话，他还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他就是说，按照这个等级不同，收费不一样。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断在讨论，说川普号召大家去打通荷姆兹海峡。如果你今天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哪怕你是中东自己的产油国，你想想看，你与其去打通荷姆兹海峡，派你的军舰、派你的士兵去当靶子，牺牲在那里，这个被这个像伊朗说的拿去波斯湾去喂鲨鱼了，还是你干脆就拿个电话打通电话给伊朗，不就解决了吗？这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啊。最近法国的一艘邮轮跟日本三井的另外一艘邮轮才通过了荷姆兹海峡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在想说，法国这艘邮轮是贴着伊朗边这个领海过去的哦，它还不是走荷姆兹海峡的传统路线，所以如果没有伊朗的同意，法国这艘船根本过不去的。那你像这个日本的三井的船也过了，所以我真的强烈的怀疑哦，你说这些国家真的跟美国同仇敌忾吗？恐怕不是哦，恐怕马克龙也私下打了个电话说，你看。在这场战争，我很挺你吧，我被川普骂了，我都没有动过哦。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伊朗很有效的利用了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他瓦解掉了美国长期以来在西方的这个盟邦哦，也瓦解掉了美国长期以来掌控中东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场战争如果再持续走下去，如果他真的把手也伸到了曼德海峡，哇，那不得了了哦。那接下来这个东非、欧洲跟这个中东地区，恐怕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要重新洗牌一次了。对，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也考验着各国的外交手段能不能灵活的跟伊朗接上关系。那么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影响性现在持续的扩散当中，我们谈了非常多，包括了油价上涨、运费飙升等等，还有粮食成本上升。现在美国消费者其实受害非常深哦。美国的 CPI 现在已经从2.4%变成3.1%了，晶片产能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是同时间呢，中国大陆现在比较奇特的事情是它相对的稳定，因为大陆呢一直在推行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还有它的自产原油，还有神秘的石油储备等等。现在看起来波动的这个幅度看起来仍然是相对平稳的，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当然从客观来讲，我们都很清楚看到这次的战争的就引爆点，当然就是这个川普呢忍不住呢就这个被这个我们讲以色列脱下了泥沼，然后忍不住就去攻击了伊朗。那这时候呢，当然我们产生了荷姆斯海峡，让他非常意外惊悚的说，竟然完全被锁喉。这时候当然他不断的下最后通牒，我讲不断的下就是他不是下一次，他这次再一次的最后通牒，已经太多次了嘛。好，现在重点来了，当这个不管是这个通膨也好，能源危机也好，你说全球应该怪谁？当然就是怪美国啊。但重点是我刚刚讲，就是你必须要够国际观、够理性、够智慧，才知道这是美国惹的祸。因为美国还是会用他 CIA 或怎么样情报网告诉全世界是伊朗的问题。不过伊朗就很聪明啊，就刚刚讲的，他善用了他地缘政治的优势嘛。刚讲的冲冲冲冲，游刃有余，对不对？他非常智慧，很早啊，他就说我们船并不是要封锁全世界，是非敌对船只，我们是让它通过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每天都会有几艘，当时个位数，他肯定已经收走过你非敌对船，他会让你通行嘛。因为像中国的船啊、印度船都有通过啊。再来呢，他也非常清楚的刚刚讲到5等级的通行分级机制，刚刚讲大仙讲很有道理啊。将来要发各种的卡，这是有差的会员制啊。对，我觉得更聪明的还就是他也用了文宣告诉世界嘛，这个用文宣洗礼，这个也要洗脑全世界，告诉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被攻击方，我们并不是真要封锁。不过这次呢，刚好这次机会让我们可以赚点钱。可是他最更聪明是，
他就跟他，你知道地缘政治南边嘛，刚刚讲善用的优势，最南边阿曼嘛。这个海峡没有错，它封锁最靠近这个地方，可能北边有巴林，你知道巴林海军基地又被美国控制，然后他也把这个巴林不是也控了他的Amazon的云端，也控了他海军基地。重点他说这次要分论要赚点钱，如果真的就这么贪，让全世界觉得就是我一个人要也不对，他还找人一起来分论，你知道吗？找阿曼一起来，我觉得你不觉得这很聪明吗？好，那我这边最后讲到，你刚刚讲到中国，的确，中国在这时候，我觉得中国已经讲了很多话，他们就是以静制动嘛，就是看着，但是他也一直促和啦，哈，促和平。那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未雨绸缪，预做准备。你看，他靠自力的，就刚讲电动车、电网，他的这个所谓的自产原油，他也在做，还有一个他在库存方面呢，他一样做了。